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讲合约的交易操作。那在合约里面，如果要通过 API 操作的话，需要在 API 这边把这个合约的这个选项打开。那首先就是要配置白名单，白名单配置完以后才能勾选这个选项。假如我配置的这个 IP 啊，这个要配一个真实的 IP 啊。配置完以后就可以通过勾选，如果你是要做杠杆的话，就把这个勾上；如果做合约就把这个勾上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操作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了。那合约的话是风险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啊。那在币安这里面的话，要怎么操作合约？首先在这里行情点开以后，然后可以通过这边进去啊，这些就是合约了。如果你要，比如说你要买这个品种的话啊，就直接点开，然后这里有两个模式，一个是全仓模式，一个是逐仓模式。尤其是玩这种风险大的，一定要用逐仓模式，用全仓模式很可能会把你其他的本金也给亏掉。那还是前面讲的课程，比如说你有一百块钱的话，你把这个每份分成5块钱，用逐仓模式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的这种消耗就比较低。比如说它这是八，那你买100的话，其实也只有8，也只有那个，你看它这里的保证金啊，保证金它这里的只要4块钱，4个 U 就够了。那这个就是逐仓模式的这个玩法。那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涉及到杠杆了，杠杆开的越高的话，这个保证金越少，但是风险是越大的，所以这里一定要注意啊。举个例子啊，我这里开100，刚才是用2倍的，是要4块钱，现在只要4毛钱就可以了。开到1000的话，就是保证金就是4.08块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亏完的话，就是说你会把这4块钱全部亏掉，但是不会额外的去亏其他的账户里面的钱。这个就是逐仓模式的一个好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你这个杠杆开到30倍以上的话你实际上你的亏损可能那个亏损只亏了1/3，它就会把你强制平掉，而且这个钱它后面是没有退的啊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这种波动比较大，那它估计是要设置一个类似像保证金的这种，是像这个缓冲的这种金额的，类似于给这个产品买保险嘛。那你逐仓模式，你因为你亏了超过你的本金，你也不用赔他的钱。举个例子，你现在是用的是2.7毛2，那你这一单如果万一突然间有一根线跌到这，然后你一下瞬间亏了5块钱嘛，那你实际上你的2.3块你不用赔给那个交易所，但是交易所要去赔这部分钱。所以说你这个主仓模式它的这个保证金，呃，在你的那个亏损之前，比如说你2.7毛2的保证金，你可能只亏到1块多，它就会给你平掉，而且这剩下1块多它也不会赔给你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说这个地方，如果你开那个止盈止损，实际上我测试过这种情况下，你开止盈止损，如果杠杆开得太高的情况下，来不及生效就会被强制平掉。所以玩这种小的品种一定要注意啊，这种开合约这种的，不建议玩这个太小的品种啊。你玩这种大一点的品种可能好一点，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这种品种，可能它波动没那么大。你就算你开到100倍左右，它只要不要极端行情的话，都还好。然后选品种的话，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选。比如说你这里选了比特，它可以买很小的，可以买0.001。稍等一下啊，这里可以开到很大，可以开到50倍、100倍以上。
假如你开个50倍，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摆这个品种，这里好像有点变化。我之前看的时候，它是可以下0.001个每晚，这里现在是有点变化。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，那合约的话，杠杆就是一个双刃剑啊，它首先就是会放大你的这个收益的同时，也会加大亏损，所以说一定要再次强烈建议啊，要用主仓模式，然后斩断你的这个亏损的这个不要让它无限的放大。那收益的话，你无限放大当然是有好处了，但是亏损的话一定要控制住。然后 API 权限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，那提现的这个不要打开，要不然万一被人盗了，你就会被人转出去了。然后这个就是合约的一个配置，然后还有就是杠杆和保证金。那 API 这个是通过代码连接测试的，这些地方我就不细讲了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然后有一定编码能力的，可以放在代码里面去运行一下。然后这个是杠杆和保证金管理，这个代码的最后还是要以这上面的这个为准啊，因为有些地方它如果后台的 API 改了，这个教程，如果没有及时更新的话，可能会有不匹配的地方，这个要大家注意一下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动态的一个杠杆调整，然后这基于杠杆账户的一个风险的杠杆调整，然后这个是这个合约订单的操作。合约订单的话，它里面跟其他一样的啊，它也是一个开多一个开空啊，实际上是一样的啊。我们拿这个来做讲解啊，一个是你这里可以选主仓，然后杠杆设置完以后，你就可以选这个开空还是开多了。那假设的话，这种情况下，在这里开空的话，你这波就挣了。但是如果你这边开空的话就挣了啊。如果开多的话，你可能这根线只要到这里，有可能就会被全部平掉啊。按照30倍杠杆的这种概率来说的话，呃，它经不起这上下折腾这么多啊。这个波动算很大的啊，0.81到0.76，差不多超过6个点的波幅，然后再乘以杠杆30倍的话，就是180个点啊。它实际上是亏不了那么多，就会被平掉。然后继续看这个合约订单类型，那开多仓就是这个做多，然后这个是做空的，然后就平仓操作。你在这里操作完以后，它这下面会有合约，然后你要止损的话，就给它点一下止损就可以了。止损设置你也可以在这里面设置，也可以在开仓的时候设置。如果来不及设置的话，你开完仓以后，你在这后面有操作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止损的操作，可以进行2次的设置，但是前提是你这个杠杆不要开得太高啊，相对来说10倍到15倍之间，差不多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一点。那再大的话，有的时候单子还没开完呢，止损单还没设置完呢，它就已经被平掉都有可能。像这种波动级别的啊，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合约的这个止损设置。然后这个是止损订单的设置，持仓监控这个是通过代码的，那你在这里看也可以，它等同的效果就是在这看的效果。然后强平的风险预警，这里的话它有一个这个强制平仓的这个价格，它会有一个预警。那最后还是那句话，这个地方杠杆你开的不太高的情况下，你这个预警有用啊。开的太高了，开到30倍以上，基本这个就没什么用了。很多时候一个波动就没了，尤其是这种小品种。所以开这种小品种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杠杆最好设置在10到15倍，最好是10倍左右吧。那如果你是开这种
大的这种币种的就可以适当放大，开到50倍一般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。它波动的大的话，你只是可能会没掉一两单是很正常的啊，但是你赚的时候，呃，做一个对冲的话，你的这个盈亏可能也会好，也不会说损失太大啊。这个是大的品种的，然后继续往下看，那这个就是风险管理的这个策略啊。这个策略的话，前面有讲过用凯利公式来计算啊，但是这个不适合小品种啊。小品种的话波动太大，你这地方计算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啊。只有适合大品种，然后你杠杆不太高的情况下，在这里设置是有用的。那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资金分成10份或者20份，它这个公式可以给你计算出来，然后你通过这个计算的结果，然后设置一下你的这个仓位每次投入的比例。这个是风险评价策略，然后资金管理策略。这个那个课下可以那自己去详细看一下啊。然后这个是动态资金管理，然后这个是实战策略，跟前几课有点类似啊，也是这种保守型的、激进型的，还有这种综合型的。后面就是一个实战任务了。那这节课就讲的是合约的，下节课讲的就是杠杆的，其实都差不多。杠杆的话，就是首先的话，哦对，合约账户这里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这个地方合约账户要在这边先把它钱划转过来以后，你才能操作，要不然合约的话是不能，这边是没有钱操作的。然后的话就是首次的话好像要开通一下，那杠杆账户更麻烦一点，杠杆账户好像是要跟币种相关的，就比如说你要炒比特币的话，你这里就要去搜索，去划转这个比特币的这个。那杠杆的话，它还有两个模式，一个是全仓模式和逐仓模式。那建议玩逐仓模式，然后把钱转在指定的这个品种里面，这样的话风险可以可控。全仓模式就是一个品种爆了，你可能把你全仓的资金都给爆了。那我们下节课会讲这个杠杆操作的部分。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。那大家如果觉得有所帮助的话，麻烦点点赞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